女朋友，我们现在看到中东整个是一个大变局，伊朗要居虚了，中国在哪里？这个是所谓的俄罗斯在哪里？不见了。结果现在，阿富汗这个地方，它竟然发生了暴动了。对，其实我们来看川普他叫 Delta 去抓了马杜罗之后呢，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中南美洲那边的事情，有一种东西叫蝴蝶效应，蝴蝶效应飘啊飘啊飘啊，现在阿富汗也出事了。对，阿富汗这是什么画面呢？原来他们跟中国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合作案。做什么呢？做开采铜矿、开采矿。所以呢，发生这事情之后呢，天哪！中国大陆他们的合作的矿，竟然被一般的住宅的居民、被一般的人民冲进去打砸抢。你想这件事情有可能吗？然后呢，塔利班政权就说简简单单说，哎呦，就是发生了一些居民跟这个矿场之间的一个纠纷。我有看过纠纷，但我没看过这种大规模的纠纷。你有一般的居民去抗议的时候带着长枪吗？这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外媒已经把它梳理出来了。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居民，这些人就是塔利班的人。都塔利班的人。原本塔利班是什么时候重新掌为政权的呢？就是2021年那个时候呢，拜登政府决定了不想要把美军放在阿富汗，就撤军。撤军完之后呢，塔利班被小布希那时候一路打压，结果他们重新掌权拿回阿富汗之后呢，马上第一个国家去跟他们建交，第一个派大使的去国家谁？就中国。对，所以呢，就有这些很大的一些矿场的合作。结果呢，现在他一发现马杜罗你后面的大哥原来不给力啊，马上就冲进去了。所以没有什么民众去矿区里面打砸抢的啦，这些就是塔利班。政府只要把你的制服脱掉，就马上去弄了。对，那为什么敢呢？因为他发现好像你中国大陆不是那么的威武，而且他直接把他的车给烧了。对，抢就还烧了，好狠哦！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当权的政府，你觉得有可能吗？那如果真的是一般的民众，那马上去抓了吧。对。结果现在外媒已经查出来了，就是你塔利班，你表面上跟中国大陆割良好，一看到人家现在势力没那么好之后呢，马上就过去打砸抢。对。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当初要马上第一个跟他们派大使呢？你看阿富汗其实跟这个马杜罗那边其实有一个很像的一个状况，他们都是坐在金矿上面的乞丐。对，他们明明矿产非常的丰富你看这边是金矿，这边是铜矿，你整个国家来讲都是好东西啊，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石油以外，它还有什么？还有锂电池，最需要的稀土，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矿产。而这些东西来讲的话，过去都很珍贵，现在更珍贵了。而且这个矿场里面还有黄金。对。它这也太好了吧！所以这真的是很肥的一块地啊。对。所以王毅过去来讲的话，就有过去，然后呢跟他们讲说，现在要赶快探勘开采，然后呢希望可以正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一个倡议。现在来说的话，你看好像过没几个月，当马杜罗被弄了之后呢，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政权是不是开始出怪招了？这很坏。2025年的去年8月20号才那边相谈甚欢，帮忙一下很好了。就像你说，几个月后塔利班就翻脸了。因为他没有想到1月2号马杜罗就被抓了。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就是蝴蝶效应。那除了这个状况以外的话，现在吉尔吉斯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初要做“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你当然要从吉尔吉斯这边出发嘛，因为它是最靠近新疆的所以“一带一路”的起始点，吉尔吉斯很多的国企，然后呢，在大陆内地呢，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赶快跟着咱们去发大财了。对，你离开家乡，你必须要努力，那你不要在家乡穷困一辈子嘛，去吉尔吉斯，然后去吉尔吉斯很好除了工资高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别墅可以住对，你做个3年5年，你就可以返乡里面，然后财富自由，这些东西都很好。结果你知道吗？中国有的工地因为食堂的问题引发工人的抗议，这是谁的工人？大陆人。对，自己人自己抗议自己人，为什么？他说你当初骗我们嘛，你说来吉尔吉斯薪水高住得好，没有，你看一下，你来这个地方薪水不但拖欠，然后呢住公寮。你当初讲的不是你刚不是说别墅吗？对啊，你刚刚不是说别墅吗？然后每天都有这个叫别墅，你骗我。然后每天都有4菜1汤，结果现在来讲的话，给他们吃喷，什么意思？都是腐败的一些营养餐，这些营养餐根本就吃不下咽啊。然后再加上薪水拖欠，全部就集中在抗议。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东西其实大陆的网友也炸锅了。对。
这是饭票哎。过去大陆网友常常会揶揄一件事情，什么东西呢？一季回到解放前，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怎么到得退路啊？我们不是要变有钱了吗？你去吉尔吉斯，你要去吃饭，你要去食堂吃饭，先不说食堂的东西好不好，因为在抗议嘛，食堂都是吃发臭的东西啊，你还要拿饭票。饭票是什么时候的产物？是那个时候。当大家没有钱吃的时候呢，大家集中在这个人民的会所里面吃的饭票，现在竟然拿回来，然后呢，很多人计划经济时才会用的东西，对，现在是2026年了，现在来讲还在用，出现饭票，然后呢，吉尔吉斯也有30个工人在求助，你知道吗？老板不给饭吃，然后呢不给薪水，不给饭吃，然后住在公寮，如果你自己的国企带出去的工人都吃不好住不好，那你要怎么样继续发展下去？而这些东西来讲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出来抗议。郑凤，我们刚刚看到什么？中国在这个中东呢，完全是被打脸，在国际上面已经够糗，没有像在国内大炸锅。为什么炸锅？你不让我出国去玩，说我不能去日本，你造一个景要我去看，结果不对啊，这是不是雪景吗？在郑州梦幻的雪乡，就他说那我很开心，我就要去玩了。就不太对，连这种雪乡都可以造假的。没错，这些雪都是假啦，其实都是棉花。我现在看到都棉花，非常离奇哦。那你看这一间公司哦，这个景点呢，它其实就今年元旦开幕。那它开幕之前呢，它就有一些宣传影片哦，做得相当漂亮。宣传后面很漂亮，还有什么？对啊，还有假的那个什么，很多对啊，北欧、丹麦、芬兰那种幸福童话景色，然后它的这个小镇上面屋顶都有雪，对不对？然后他甚至还找来什么 Elsa， 对 ，Let it go， 怎么样？在那边喷雪啦，冰雪女王。结果小朋友跟家长很开心的去这个地方。结果到当地的时候吓歪了，对，因为他们走近的时候看到，哎呀，墙上好多白雪，好开心哦！一摸，哎呀，奇怪，那也没冰啊！一摸，那鼓鼓的呀！一摸，怎么还热热的？这个是棉花。你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面，对，都是棉花，这都是棉花。它摸下去那个不是冰的，那是棉花。冰雪啊，是棉花，它那边摸。然后你看，早上摸的时候呢，其实地上还算干净。结果呢，你知道中国人呢，这时候摸到，一摸眉头一皱，发现不对劲，就展现了他们的狼性。他连雪人都是假的，狂撕啊，气到狂撕！你看下午的时候，这个雪的大道已经上面全部都是棉花了，这展现出什么？中国人其实他在这个观光地非常的不爽，北宋啦哈。那因为这样子北宋，他们就去投诉，就去客诉啦哈。那客诉你知道吗？景点的负责人他说什么？他说啊，咱们改造的特别漂亮，然后人过来之后，把你的棉花全部都给拽掉，全部都给撕烂。他在哭诉啦，说你们这些人坏坏。对，你说有多心疼人，然后又连夜给他补上。没想到，你看你自己用假的棉花骗人家是雪，你还这么责怪人家。对，所以呢，这个文旅局当然就勒令他停业啦。当然，这种 gay 谁不会只有在一个地方啊，你知道。成都的雪村，四川成都雪村著名啊，对不对？对。结果今天去就那是假啦。我们刚讲的场景复制在成都雪村啊，他发现成都里面的这些白色看起来貌似雪的东西，都是棉花，都是棉啦。啊，不只是棉花，连树上都是棉花，对啊，树上以为是冰，每次木棉花嘞，都在骗我。对啊，这还是有够离奇啊！所以这个人说，这个是他最雷的一次行程了，没有之一。好，你知道吗？但他更悲催的是什么？给他安全，他发现他脚上全部都是泡泡，因为刚刚天空的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泡沫啦，然后掉在他的脚上，所以他整双鞋都废掉，都烂掉。好，那你说这个雪造假还有什么造假？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造个6去个华联节天空之镜，有很漂亮哦，就是网红拍照景点，对不对？结果你知道，中国你知道，在成都、湖南、郑州有30几个地方都说我们这边也有天空之镜，快来我们这边拍照吧。结果他们到了当地，我跟你讲，真的是镜，是真的镜子啦。根本不是美景，他们不是水啦，天空上面，它下面摆什么？摆一个镜子，摆一个镜子啊！什么烂东西啊！你站在镜子上面拍照，然后地上，你现在看到现在地上这个就是天空之镜的镜子，对，这个想象也落差太大了，真的是镜子啊哈！
所以这个很多人到现场呢，奇怪，我怎么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越想越不对劲。不过当然还是拍了。那你以为只有天空之镜是假的吗？我跟你讲，连动物都是假的啦，真的假的啦？没错，广西玉林新开了一个龟山动物园，然后在网上爆红。你知道它为什么爆红吗？因为它主打有企鹅来袭。民众争相入园参观。你看他名票怎么写？他说周末去哪儿？企鹅来袭。你说的企鹅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这是不是充气的吗？我们想说，你起码造假，你也拿个夜路去假装成企鹅吧。结果这个旅客一进去啊，观光客一进去打开，我要看企鹅，发现这个企鹅是充气企鹅啦，这实在太有创意了，我难以理解啦。然后除了企鹅里面还有一些鸡啊、鸭啊、乌龟啊，这些都让这些旅客相当的压抑啦。不过我坦白说，虽然这些东西都很有创意啊，不过消费者会感觉到被诈骗哦。所以如果生意爱做个咕咕等等基本上还是要童叟无欺才会有诚信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